欧盟宣布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以来，中国政府和业界一直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挪威首相斯威特在华期间均表态称，不应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释放何种信号？电动车加税一事的磋商空间还有多大？来看报道。11号，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向记者们介绍了这次访华成果。期间特别提到他视察中国电动车的感受，并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Y creo también que las grandes marcas europeas tenemos que aprender mucho de esa tecnología y de esos avances producidos por las marcas chinas. De hecho, uno de mis principales objetivos también en esta visita era atraer esa inversión china hacia España. 桑切斯还喊话欧委会，敦促后者找到避免贸易战的方式。对于西班牙政府此前在欧委会的咨询性投票中对加税投下赞成票，桑切斯表示将重新考虑立场。I have to be blunt and frank.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reconsider all of us, not only member states but also the Commission, our position towards this movement. And as I said before, we don't need another war. In this case, a trade war. 桑切斯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是应对重大国际挑战的重要伙伴，和欧盟一起在世界上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双方可能存在分歧，但共识更为重要，因此中欧合作十分重要。西班牙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帮助中国和欧盟建立稳固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桑切斯首相的表态表示赞赏。毛宁强调，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的意见，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展现灵活与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年，两国贸易额达486亿美元。在欧委会宣布加税计划后，中国先后宣布对欧洲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进行反倾销调查。作为欧盟最大的对华猪肉出口国，西班牙随即表示希望欧中之间有谈判空间，因为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这次桑切斯首相在华期间公开表示将重新考虑立场，也备受外界关注。这些新的政治领袖，当他们到了中国大陆去，他们不只是看到了车子的发展，不只是看到整个产业的发展，他更看到了所有的基础建设。因为有了新的 EV 作为领头羊，对于整个的能源转型、绿色经济的转型会有全盘的效果，所以他们回去呼吁欧盟要重新检讨他们的政策，我觉得是一个在经济理性上面非常有智慧的决定。桑切斯做出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后，德国和瑞典政府也立即跟进。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对桑切斯的表态也表示欢迎，并称这是我们共同行动的方向。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早在今年5月就曾表示，欧盟不应该瓦解全球贸易，并且对于德国和瑞典等工业化国家来说，一场阻止彼此产品的更广泛的贸易战不是出路。实际上，欧盟内部对华电动车加税存在较大分歧。27个成员国中有11个在7月咨询性投票中投下弃权票，其中包括德国、瑞典和芬兰等工业强国。匈牙利等4个国家则投下反对票。10月，欧盟将举行正式投票，其结果将决定是否加税以及加税方案。中欧正积极磋商。据商务部网站9月10号消息，9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李飞一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委会贸易总司总司长韦恩德举行了会谈。商务部表示，电动汽车反补贴案情况复杂，影响面广，中欧双方开展磋商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当然，目前的欧盟还是以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态度来看待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尤其是在这些领先物品上面的关系。所以我并不是绝对的乐观，尤其是在冯德莱恩继续的去主导这些一切的情况之下呢，并不是绝对的乐观。但是我认为看到欧盟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开始去呼吁一些不同的做法。若是欧盟仍旧闭关、固步自封的话，他们的领导地位也会消失。所以，只要有人开始呼吁、重新讨论，都是一件好事。值得注意的是，挪威并不是欧盟成员国，该国的意见较为客观，其政策重点是致力于推动全球气变目标的完成以及新能源转型。挪威首相斯特勒11号晚在上海表示，他此次与中方签署了关于建立绿色转型对话的联合声明。斯特勒首相明确表示，挪威不会参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10号晚，斯特勒还在上海的超市了解三文鱼等挪威海产在中国的销售。他表示，挪威重视中国市场，希望与中国伙伴一起合作，缩短海产品物流时长。Year by year,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continents are now seriously coming into the German market. 斯特勒对中国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迅速发展表示欢迎。他说，挪方始终致力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挪威被称为电动汽车王国。据挪威公路联合会数据显示，2023年该国电动车在新车销售中占比高达82.4%。今年8月，这一比例猛增至94%，刷新世界纪录，足见挪威人对新能源的热情。去年，挪威共售出新车近12.7万辆，其中10.46万辆为电动车。据中国驻挪威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陈文林介绍，目前有近10家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登陆挪威，销量最好的是沃尔沃、吉星、名爵等有欧洲血统的中资品牌。红旗、蔚来占市场份额在逐步增加。他认为，与德法等一些欧盟国家不同，挪威没有本土车企，且在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与中国一致，这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在挪威市场获得平等竞争机会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近期跟风美国的错误贸易政策，并执迷不悟。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财政部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电池及其部件、半导体、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产拟采取加征附加税的限制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对此，中国商务部12号回应称，加方再次罔顾事实，跟随个别国家威胁对华采取单边打压措施，严重冲击中加经贸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前，在加拿大宣布将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后，中方启动对加拿大油菜籽的反倾销调查。12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乾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也将客观、公正、透明地开展调查，并作出裁决。即便是全世界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跟着美国走的时候，加拿大还是一支好使的枪。在对于 EV 的这种限制，由于美国跟加拿大的基础建设都太差，本来就不是中国大陆电动车的主要的市场，所以他做的这件事情呢，在实质上是没有实意的。但是却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3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它事关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对外贸易结构能否成功实现转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一味来蛮的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的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当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国制造更为依赖美国的市场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的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贸易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800自损1000、两败俱伤的游戏。
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这一次邀请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访华，并让其做出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这意味着中方在拉拢欧盟内部的关键性成员国上终于再下一城。而且中方这一行为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的前夕。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呢？另外，这一举措能否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我认为这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4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方，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执委会主席洪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做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2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了，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2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了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是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的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痛下杀手？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他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对美国选边站队和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就无法得到遏制，将会诱发更多的国家有样学样。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不自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它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
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丢失大量的选票。